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乱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，既不领郡，亦无封赏。同宗兄弟，自不该厚此薄彼。请先生过目。这是什么？温州阙税使、营田使、4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服贬供状。既是证据确凿，为何不上奏？哎，这一来嘛，战事还未曾终了，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。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，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。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，继续伸手。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。这其二啊，这些证据里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手尾。此时给递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，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，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？待得战事终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这些证据，当着文武百官，当面奏于王兄，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。先生以为不妥？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，却须知，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。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、6州都转运使，提举行营粮秣甲账辎重公事。山岳社的使是属户部，博弈务该管。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，属上统军师胡令公该管。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，奏请过大王吗？我是大王亲弟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郎君攻讦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？那自然是国事啊。私事才论兄弟，国事无兄弟。程昭月不过介选之际，福州之战，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当知社稷福祉，在个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红处谨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后，吴越军乘胜追击，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，唐兵溃逃，李仁达归附，福州归属吴越。福州大捷！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军败退建州，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，江东南面行军800里，陆路报捷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此为开疆拓土之功，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纲纪盖文，周道兴隆，申伯遂荒于南土，汉文转少。宋昌、徐长于卫兵，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，
拜中吴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，同参大政，封吴国公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，拜侍中、宣德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监使，领湖州刺史，封吴兴郡公。臣叩谢大王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，拜兵部尚书、内衙马军上统军使，领秀州刺史，封嘉兴侯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，拜兵部侍郎、内衙步军上统军使，领睦州刺史，封寿昌侯。臣叩谢王恩。优奖信臣，恩遇有光，左宝批图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此事不公，此战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，都监各部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，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军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赐，唯九郎军不赏，乃无是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乱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，而领东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，既不领郡，亦无封赏。同宗兄弟，似不该厚此薄彼。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，又讹了郭大参，未免树敌过甚，这才要压一压的？坐一会儿。哎呀，哎。父亲啊，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。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。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，那是时任不一样。咱们这个小大王啊，人小鬼大。拿这个孔明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，多好的事情！老夫至今没上请罪表彰，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。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，偏行装作不知，施然给了水丘，这纯粹是恶心人呢。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？怎么论啊？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，却未受赏。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，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，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？小
小家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过河拆桥了？阿娘再耐心等等吧。啊，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。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，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。儿子这个月内跑了2遭琉球，1遭3夫妻，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庄帘？还说不往外拐，净想着往外给钱了。那边的聘礼呢？你们这些小辈啊，心里边没个成算，日子依着你们过，非过得精穷不可。不用。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，我也是能理解。回来了也不搭理我，那还回来做甚？你别闹！我何时与你闹过？算正事儿。行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，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。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。九郎的事，却不宜久拖。吴相公倒是好敷衍，黄龙岛的娘家人，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。台州的事，九郎立了大功。不要说一人10人刺史，就是上次在后县，毕竟是姑的亲弟弟，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姑想再等等，还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，让九郎上任，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。说来也是，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，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时任知州，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。官爵乃国家公器，哪里是可以买卖的？一个空头的内都监使也还罢了，亲民官、领土治民，那是朝廷的脸面，断不容他这等商贾染指。那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怕他警觉，何承训那边先没有动。我要打草惊蛇，待他办完这桩差事，与何承训一并拿下。哎呀，走开！下去，全都下去！我都不急，你却急个什么？这一阵子，眼皮一直突的跳，一闭眼，全是黛月那张血肉模糊的脸。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若实在不安心，程某倒有一计。
可解都将之忧虑。福儿过来。出手了我，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。说什么呢你？做下这许多事，我还跑得掉吗？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，那是吃人的海龙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主张？仔细说与我听，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，哪些事不当做。时机未到，时机到了，自然会让你知道。衡阳宰牛，且为乐。会须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今何在？这小子起了疑心了。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你如此谋划，是要谋权，还是图财？都不是。不甘心罢了。换作是你，他们兄弟几个把你当猪一样养着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不拼个鱼死网破，还要待宰不成？你玩的太大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呀！这吴越钱家，没有一个是傻子。便说是那个小九郎，在汴梁之时，也是头角峥嵘的，不是个好相与的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拿官爵吊着我，而我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。50万斛粮食拿不到手，他们不敢动我。所以现在，什么时候动手，我说了算。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？大半夜不睡觉的，跑我这儿做什么？七哥，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禀。若真是为了此事，大可不必再等。那山岳社是买卖家，既不屯田，也不种地，那50万斛粮食，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。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
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。九郎，你郎君，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求见。新郎君，九郎君，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。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岳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小小的都头，构陷国家大臣，你不要命了？小人万死不足惜，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。既如此，你便说说，你出手成都监使，因何罪名啊？小人出手程昭岳，火焚内库，谋害先王，戕害宗亲，3项大罪。何承训固然是个小人，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，戍守皇城，职分紧要，又身晓诸多密事，你何苦逼反了他呢？即使小人迟早会反，何必在意？话虽如此，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，坐实良机，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？2个月前，福州战事正狠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毁弃，王城空虚。若彼时当机立断，如今大事已成，何某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？是啊，若彼时当机立断，依云卿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，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，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气的商贾喝闷酒啊？前言有意的不是程某，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。勾结南唐，意图造反。何某是如此说的。此事说不通啊！勾连公卿气烈，贿赂公行，为了掩盖行迹，竟然连夜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。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，莫说他没有根基的一代商贾，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，也难逃族诛。正是因为他是一介商贾，不是什么公卿士族，此事才说不通。数月之前台州案发，孤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，其权势威服可比肩载之，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。在商人的心里，
钱比命要紧。这金陵到底许了他什么呀？强兄，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？程兄，前王再器重你，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，既不让你带兵，也不给你钱粮，被人家当猪养着呢。陛下凄凉宏远，许你时任防御使，出镇润州，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，城池高固，仁义广盛，如此宏恩，已经犹嫌不足，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。金陵朝堂之上，多少勋臣众将，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，迄今尚未终结。你要陛下如何允你啊？镇东军节度使，镇东军节度使。啊，记起来了，镇东军节度使。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价目了。云清兄，这是官仆，是要押输赢的。福州之战，唐军胜了，吴越国中人心崩坏。到那时，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，便是再低一等的团练使，程毛也要感激涕零，叩谢天。可惜呀，你们不争气，福州城下一场大败，金陵天子声望有损，吴越国中局势稳固，钱氏兄弟声威正盛，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，自然远远不够。那你要什么？不多，镇海、镇东2镇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镇杭州，封吴。一舞剑气动四方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云清兄，如何？